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充满力量与智慧的书《冬牧场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娟，一位以细腻笔触和深刻洞察力著称的作家。她以自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牧民家中的生活经历为基础，创作了这本关于冬牧场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。李娟用她独特的视角，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一个在极端环境中顽强生存的群体。冬牧场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牧民生活的书，它更是一本关于生命、关于坚韧、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。在这本书中，李娟用她的文字，让我们看到了在极端环境中，人类如何依靠智慧、勇气和团结，克服种种困难，迎接生命的挑战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可能从未接触过的世界，还能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，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。在开始介绍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时，我们是否曾感到过无力或迷茫？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群人，他们每天都在与大自然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。他们是如何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保持乐观和坚韧的呢？让我们一起走进冬牧场，去寻找答案。第一部分：冬牧场的环境与生存挑战。冬牧场顾名思义，就是在冬季牧民们放牧的牧场。在新疆阿勒泰地区，冬季漫长而严寒，气温常常低至零下30-40度。牧民们带着他们的牲畜，在广袤的草原上迁徙，寻找可以生存的草场。这种生活方式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性。李娟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冬牧场的环境，以及牧民们如何应对这些极端条件。她指出，牧民们的生存智慧源于他们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尊重。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自然资源，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寻找生存的机会。这种智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获得的，而是经过世代相传的经验积累。在书中，李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向我们展示了牧民们的生存技巧，例如他们如何搭建冬窝子、冬季居住的土屋，如何储存食物，如何在冰雪中寻找水源。这些技巧不仅对牧民们至关重要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也是一种启示。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，我们是否也能像牧民们一样，运用智慧和勇气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？李娟在书中写道：冬牧场的夜晚，星空低垂，仿佛触手可及。在这样的夜晚，我常常会想，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，牧民们用他们的方式，诠释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这段话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冬牧场的美丽与神秘，也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思考。第二部分：牧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。冬牧场的生活不仅仅是生存的挑战，更是牧民们文化与传统的体现。在书中，李娟详细描述了牧民们的日常生活，他们的饮食习惯、服饰、居住方式，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。牧民们的文化传统是他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。例如，他们的饮食习惯主要是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。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食物易于储存和携带，更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，帮助牧民们抵御严寒。通过李娟的描述，我们可以了解到牧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现代人有哪些启示。例如，他们的节俭和环保意识，他们的团结和互助精神，都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学习和借鉴的。李娟在书中提到，牧民们从不浪费任何资源，他们懂得如何循环利用，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。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对环境友好，也能让我们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种内心的平衡。李娟写道，在冬牧场，食物是最珍贵的资源，牧民们从不浪费一粒粮食、一块肉，他们懂得珍惜，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浪费就意味着生存的危机。这段话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牧民们对资源的珍惜和对生命的尊重。第三部分：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冬牧场的生活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忽视了自然的重要性，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，控制自然。然而，在冬牧场，李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。牧民们的生活哲学是尊重自然，顺应自然。他们知道，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处，才能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。这种哲学并非出于理论，而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和智慧。李娟在书中通过具体的事例，向我们展示了牧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。例如，他们如何利用自然资源，如何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放牧和居住。这些经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在面对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的挑战时，我们是否也能像牧民们一样，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？李娟写道，在冬牧场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。牧民们从不试图征服自然，而是努力适应自然。他们知道，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处，
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。这段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征服与被征服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尊重。第4部分，生命的坚韧与乐观。东牧场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挑战，但牧民们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韧的态度。李娟在书中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向我们展示了牧民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，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希望和勇气。牧民们的乐观和坚韧源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，他们知道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挑战，只有勇敢面对，才能找到生存的意义。这种哲学不仅帮助他们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，也让他们在逆境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李娟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牧民们的乐观精神，例如他们如何在漫长的冬季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。这些经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种启示。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时，我们是否也能像牧民们一样，保持乐观和坚韧，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？李娟写道，在东牧场，乐观是牧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他们相信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就一定能找到出路。这段话让我们深刻体会到，乐观和希望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。通过以上对东牧场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牧民生活的纪实作品，更是一本关于生命、关于坚韧、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。李娟用她的文字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我们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也让我们从中汲取到了宝贵的生活智慧和力量。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东牧场，去感受牧民们的生活，去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去学习他们的生存智慧和乐观精神。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挑战，这本书都能给我们带来启示和力量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常常感到压力和迷茫，而东牧场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，去寻找那份久违的宁静和力量，去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。相信我，这本书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。最后，我想用李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在东牧场，生命是如此顽强，如此坚韧。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就一定能找到生存的出路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东牧场的牧民们一样，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保持乐观和坚韧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喜欢东牧场这本书，并从中获得启发和力量。